美国登月骗局再添实锤。2024年5月3日，嫦娥6号如期升空。为了向大众科普此次的登月计划，官方开启了现场直播。直播进行到一半之时，探测器正在月球背面寻找登陆点。此时，总设计师裴兆宇低声说了句“没找到阿波罗的那个”，一时间观看直播的网友们沸腾了。总设计师这意思，莫不是没有指嫦娥6号没有找到阿波罗登月的痕迹？或许美国人压根儿就没登上过月球，但他们却骗了全世界几十年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。从1961年开始，美国就开始策划载人登月的计划。这一计划进行了12年之久，最后被命名为阿波罗计划。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，为这项计划投资了上百万美元，前期都是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，直到1969年才有了初步成效。也正是这一年的7月，阿波罗11号飞船带着3位美国航天员登上了月球，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足迹。这一步又被称为人类的一大步。当时关于登月的影像、月壤证据都是公开的，因而也从未有人怀疑过这场登月计划的真实性。然而1976年，一位名叫比尔·凯西的前美国海军军官突然就自费写下了一本名叫《我们从未登上月球》的书。凯西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十分明确，美国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再送回来，这一切不过是他一手策划的骗局。凯西这一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所有人也不在意凯西得出结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，但受到这怀疑论的气氛感染，也纷纷开始对美国登月表示怀疑、否定的意思，并找到了大量的细节。比如说，在美国登月的影像资料中，美国国旗竟然在没有空气的月球上抖动了好几下，又或是看不到一颗星星的漆黑背景，再或是在当年堪忧的影像技术下，美国也是围绕着登月进行了全球直播的。但是在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，也就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，信号中断了足足2分钟。要知道，2分钟虽然听着短，但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。于是有人就怀疑这是在切换登月的背景，对此 NASA 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。最后就是美国从月球带回来的土壤，经过研究发现，这玩意儿跟地球上的岩石成分不能说相似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这一说法显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，毕竟月球和地球的差异如此之大，怎么可能在岩石成分上就一模一样了呢？于是这一点也被质疑者抓住不放。 NASA 对此也是没有表明任何的态度，只是一再宣称它们的成分真的没啥差别。美国登月事件本就谜团重重，斯诺登、马斯克等人也来凑了个热闹。2013年，斯诺登在个人主页上发表了俄罗斯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看法，疑似在暗讽美国当年的登月计划是一个巨大的骗局。没过多久，马斯克又在自己的动态中质疑道，美国登月之后为何不多做点事？种种言论再次掀起了人们对美国登月的质疑。如今因为嫦娥6号直播中的一句话，美国登月造假再次引发全民热议。嫦娥6号没有找到阿波罗那个，我国总设计师在嫦娥6号登月直播中说出这句话，真的是美国登月骗局的实锤吗？5月3号，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登陆，当时在直播间的总设计师裴兆宇说了一句没有找到阿波罗的那个，引爆了舆论，人们一时间纷纷认为这就是美国登月计划造假的实锤。可事实上，此阿波罗非彼阿波罗，总设计师所说的阿波罗指的其实是月球背面的一个盆地，这个盆地是一个小行星在月球上撞出来的坑，它在月球的背面。这个坑被科学家们发现之后，就为了表示对阿波罗计划的纪念，就用了阿波罗来命名这个坑。好吧，那就是名字误打误撞了。那又该如何解释此次登月没有发现美国登月痕迹这一说法呢？原因很简单，美国登月是在月球的正面，而嫦娥6号登月是在背面。月球虽然没有地球大，但也不至于转一圈就能从它的背面看到正面的景象。这也是说，这个坑除了名字跟阿波罗计划有点关系，其他方面是毫无关联。那么在航天界中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登月计划的呢？科学只用事实说话，不表示猜测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年阿波罗计划在月球表面留下的3台激光反射镜，至今还在被世界各地的天文台使用。这些反射镜测量地月距离，精确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别。这就是说，美国登月的确是真有其事。那又如何解释大家所怀疑的那些细节呢？对此，相信美国登月的人们也给出了解释。比如说，那被风吹动的美国国旗，事实上不是被风吹动的，而是因为使用了倒 L 型旗杆，使国旗呈悬挂状，看起来像是在飘动。
此外，由于月球上缺少空气阻力，插旗一开始产生的起伏运动会持续很久，这一点已经在地球上的真空环境实验中得到证实。此外，美国传回来的影像资料之所以没有任何的星星，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的拍摄技术太落后了，加上月球都没有大气层的保护，太阳光就直直的照射在表面，在强光之下拍不出其他较弱的光源。事实上，在当时最想证明美国登月是个骗局的国家应当是苏联，毕竟两个国家还处在竞争状态，但苏联也是多次向美国索求月球土壤，还互派科学家交流分享经验之类的。至于斯诺登的言论也不难理解，他由于揭发了美国内幕，被美国通缉，只能躲在了俄罗斯，发表一些对美国的牢骚、个人恩怨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。更何况他并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，只是借助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，而马斯克只是质疑 NASA 未开展下一步的工作，并未怀疑登月事实本身。总而言之，相信和不相信的都各执一词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。中国的登月行动被质疑造假，结果打脸阴谋论者的证据竟然是由 NASA 提供的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2019年，嫦娥4号首次在月球的背面着陆，这一举动被国际社会热议。要知道，自从人类开启登月计划以来，着陆点都是在月球的正面，还没有国家在月球背面登陆过。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儿，结果阴谋论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，说中国压根儿就没在月球背面着陆，一切都是后期 P 图的功劳。阴谋论的论据很简单，在公开发布的照片中有一条白线，好像是未消除的道具线。著名的 UFO 追踪者斯科特 C 韦林还声称，由于中国发布的资料中没有月球岩石，所以这项任务的进行地点并不在月球上。这一说法着实荒谬。首先，中国从最开始就对登月进行了实时的播报，但毕竟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，因而不少信息还是做了保密的处理。也正是因为这些保密的处理，使得阴谋论有了滋生的土壤。其次，嫦娥4号登陆之后，立马就传送回来了一张在月球背面的环境图，但是这张高清图却被阴谋论者说成是 PS 的。显然，阴谋论者是油盐不进的那类。事实上，还没等中国出面发表声明， NASA 公布的信息就打脸了阴谋论者。当嫦娥4号降落在月球的时候， NASA 就实时公布了它的降落卫星图和准确的降落地点。之后 NASA 通过一台围绕着月球的勘测器，还拍到了嫦娥4号正在月球上工作的照片。各种强有力证据的出现，让阴谋论者闭了嘴。之后，中国也是吸取嫦娥4号的教训，每次关于登月活动的信息都实时的分享出来，就怕那些阴谋论者又开始说事儿。那么，为什么总有人不相信人类的登月活动呢？究其根本，还在于这些人并不相信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，更不愿意相信自己认知之外的事实。究其根源，还是在于自己对未知的恐惧心理。但无论如何，未来已经到来，相信科学或许是最好的态度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